Hello，大家好，我是火人，欢迎来到 Momentum 学习胡迪尼基础入门教程。建议大家按照顺序观看本系列教程，不要轻易跳过任何一节内容。这一系列的简短视频会在最短的时间内让大家从零开始掌握胡迪尼的基本逻辑。在进一步学习本教程之前，希望你已经至少初步学习过其他3维软件，例如 C4D、Blender 或者 Maya 等软件，熟悉3维软件的基本操作逻辑和通用的3维英文术语与概念。如果你已经可以使用上述软件完成一些作品，则更为理想。注意，胡迪尼是没有中文版的，但是也不需要你过了雅思托福才能学习，只要习惯常见的3维英文术语即可。我个人不推荐大家学习原生英文的3维软件时去找什么中文或汉化版，习惯了这些中文界面相当于为自己主动构建了一堵墙。世界上大部分优质的学习资料都是以英文为主，使用中文版和汉化补丁阻挡了你接触更多主流和一手知识的机会，甚至很多人主动传播汉化版的目的就是为了阻碍你变得更优秀，让你心生对这些二道贩子的依赖。对于大多数人来说，胡迪尼不应该是你入门3维制作的第一款软件，有一定的知识基础会让学习更为容易。胡迪尼是 SideFX 出品的一款综合性的3维软件，与其他流行的基于层级依赖关系的3维软件不同，作为一款完全基于节点创作软件，胡迪尼以强大的程序化建模和解算能力闻名，长期以来被广泛用于好莱坞电影特效和高端广告制作中。随着近些年动态设计在全世界范围内的流行，越来越多的顶尖动态设计师和工作室也在逐步地将胡迪尼纳入到自己的创作流程中，让原本在其他软件中实现复杂或者制作效率低下的效果可以更容易地实现，或者实现一些全新的视觉创意。同时，胡迪尼强大的程序化建模能力和数据批处理能力也被广泛用于游戏行业，成为从 3A 大型游戏到小品游戏的生产流程中的一环。即使你不打算将胡迪尼用来当做自己的主力创作工具，其内建的很多模块仍然可以帮助你极大的提高自己的创作效率，或者帮助你解决创作中的一些问题。你可以在 SideFX 官网下载到这个软件的最新版，其中 Apprentice 学徒版本可以免费使用。除了渲染图像有分辨率限制和一个小水印之外，没有什么功能上的缺失，完全满足学习需求，甚至允许你保存模型到其他3维软件。如果你打算用于商业创作，可以选择 Indie 版本，除了文件格式不同和无法联机解算外，包含了其他几乎所有功能。1年$270，2年$400，作为全世界功能最强大的综合性3维软件，这个价格便宜到近乎免费，甚至比大部分的渲染器都便宜。后续的教学中会使用 Indie 版进行演示。很多人都曾经听说过胡迪尼非常难学的传闻，也有的朋友试图自学却发现无从下手。不少人即使看了许多的教学，仍然无法掌握一些核心的概念，导致不少人可以跟着各种各样的教程做出千篇一律的模仿练习，离开了教程就什么都做不出来。结合我自己的学习经历以及与其他人的交流，我意识到很多人学习的方式不正确，当然我也走过一些弯路。下面请容许我分享一下我这几年的一些工作，希望能给到你一些信心。在2016年的欧洲图形学大会上公开了一个新的流体算法 Narrowband Flip， 这个算法大量减少了流体解算所需粒子数量，节省了内存并提高了速度。我在2017年将该算法植入进胡迪尼 15.5 并公开了成果，取得了论文原作者的认可。胡迪尼的开发者在看到了我的工作后，和我进行了一些关于该算法的探讨，并在胡迪尼 16.5 版本，也就是2个版本之后，将该算法内置在了软件里。胡迪尼17对流体白水 White Water 模块进行了升级，我发现这个模块底层使用了全新的 PBD 流体节点，当时网上没有任何资料，我经过研究后针对该节点录制了一个教学，这个教学在 Vimeo 上的点赞数远超 SideFX 官方主页发布的所有教学。胡迪尼官网有一个允许任何人上传的教程板块，你同样可以在官网找到这个视频教程，但官网上的这个教程不是我传的。SideFX 的资深产品经理将该教程主动发布到官网上后记在我的名下，并给我发了站内消息，也算是我获得 SideFX 的一个认可吧。现在你看到的是我这几年参与过的部分作品中使用了胡迪尼创作的镜头，有我个人独立全流程完成的镜头，也有和其他人合作的画面。胡迪尼确实被广泛运用在电影和高端广告工业里，负责复杂视觉特效的制作，但是不要将这类工作的难度想象成高不可攀的程度。以前其他行业很少人用的胡迪尼，以及胡迪尼主要被用于特效领域而不是其他领域的原因，并不是因为这个软件有多么困难，仅仅是因为胡迪尼 15.5 之前的界面相对简朴，不够美观，用户体验也没有那么友好，也不注重3维视图的交互，以及缺乏一些高效的包装好的现成的工具。但是从16版开始，胡迪尼每次大更新都在用户体验上下功夫，并且制作了大量经过高度简化的模块，让很多操作都比以往变得更为简单，于是也在这2年快速在游戏行业流行开，需要放下胡迪尼很复杂，一般人学不会这类想法。
这时候就有冒昧屌大的朋友在弹幕上问了，我需要学多久才能学会胡迪尼啊？首先要说明，世界上没有人有资格能声称自己彻底掌握了胡迪尼。和其他需要大量依赖插件才能实现很多内容创作的软件不同，你在胡迪尼里除了渲染器之外，几乎不需要使用任何的第三方内容创作工具。其他3位软件的几乎任何功能你都可以在胡迪尼找到。如果没有，你还可以直接在胡迪尼里搭建出相应的功能，比如实现新论文的算法，或者搭建出其他软件的一整套模块，比如 C4D 的 MoGraph。有2位动态设计师在胡迪尼里制作了一整套开源的 MoGraph 组件，叫做 Mop， 你也可以免费下载使用，快速获得类似 C4D 的 MoGraph 模块的操作体验。这种可以从内部自我拓展的特性，使得几乎不可能有人真正精通胡迪尼。同时，软件每次更新都在不停地引入全新的功能和模块，一次 0.5 版本的更新比很多其他3位软件1年的更新加起来还多。这些更新一方面简化很多的原有操作，也就意味着你旧版的知识很可能直接就过时了。另一方面，在不停地引入全新的功能和模块，这就需要你做好持续学习、不停更新自己知识储备的准备。本系列教程主要带领大家入门程序化建模部分功能。在完成全部内容的学习后，你会对胡迪尼的程序化建模思想拥有深刻的理解，并拥有进一步深入学习程序化建模的能力。我们后续也会推出一系列不同方向的胡迪尼设计课程，帮助你更快更好地获得强大的创作能力。最后是关于电脑配置的说明。大部分能运行其他3位软件的电脑也能很好的学习胡迪尼并完成很多工作，除非你需要直接参与好莱坞电影或者同等规模的广告项目。32G 内存、8核的 CPU、GTX 980显卡左右的电脑足以满足一般的学习需求。稍低配置的电脑也应该可以顺畅完成本系列教程后续内容的学习。废话不多说，如果你已经下定决心和我一起学习胡迪尼，一键3连不迷路，我们下一节见。Hello， 大家好，我是佛人，欢迎来到 Moment 学习胡迪尼基础入门教程。本小节我们来熟悉胡迪尼的界面和常用操作。大部分人在学习一个新软件，尤其是操作方式迥异的软件时，都会因为陌生感而在最开始产生畏惧或者抵触情绪。面对这种状况，唯一能做的就是花时间去适应，告诉自己没关系。胡迪尼有大量的面板和按钮以及隐藏的命令，其实包括我在内，没有多少的熟练用户能完全熟悉整个软件每个按钮的具体用途和每个命令的用法。所以不用担心，虽然大部分按钮都没见过也不会用，但是只要你接触时间足够长，虽然还是不会，但是会逐渐习惯，然后视而不见，也就不害怕了。所以建立一种熟悉的情感很重要。接下来的讲解中，我们也不会涉及到每个面板的所有按钮的具体功能，留给大家当课后作业自行体验。接下来请务必启动软件，跟着我一起操作，不要想着看过就是会了，亲自建立对软件的熟悉感非常重要。现在你看到的是默认界面布局。当你第一次启动胡迪尼后，会发现怎么和我的不一样，我的从上面到下面都比你的大，你的都很小，不太舒服，包括图标、文字什么的。因为我已经修改过了默认 UI 的缩放比例，如果你跟我一样是90后中年人，喜欢稍大一点图标和文字，可以在这里调整 UI 的缩放比例，重启软件就会生效。胡迪尼的默认布局透视图占比比较大，右上角为参数面板，下方为节点面板。选中任意节点后，上方的参数面板会出现对应的参数。用 C4D 的朋友可以简单理解为上下部分界面对调了一下，而界面上方从左到右一整条为工具架 Shelf Tools。点击这些按钮会自动创建一系列对应的节点和节点组，可以帮助初学者快速学习常用节点用法，哪些节点会和其他的节点形成有效的搭配，也可以帮助你高效创建一些常用的节点组合，快速获得各种效果。这一节里面，我们先把该工具架隐藏起来，菜单也隐藏起来，下方的时间轴也隐藏起来，眼不见为净，压力也小了很多。有兴趣的朋友请课后自行尝试工具架上的按钮。首先来看透视图，当前的命令处于选择模式下，这时候我们可以点击物体，选中对应的物体节点。如果需要全转透视图， C4D 和玛雅用户会很熟悉，按住键盘的 Alt 键的同时，可以按住鼠标左键来旋转视角，按住滚轮平移视图，滑动滚轮可以前后逐段推拉相机视角。另外按住 Alt 键的同时，拖动鼠标右键可以平滑推拉相机。另一种控制视图的方式是直接点击左侧的相机图标切换到查看工具。这个模式下，你可以直接用鼠标像前面说的一样操控视角，而无需按住 Alt 键。很多节点都会在视图上提供自己的专用 UI 工具。当我们选中一个具有这样功能的节点后，
可以通过点击左侧的坐标形状的 Show Handle 按钮，或者按下键盘的回车键触发节点的专用 UI。比如大部分物体类节点都有修改坐标和旋转等属性的专用 UI。我们选中不同的物体，界面上就会出现相应的 UI， 供我们直观的去修改物体的位置和旋转等参数。如果你想要以当前的视角创建一个新的相机，我们点击右上角的菜单，选择 New Camera， 就会创建一个以当前视角为参数的相机物体节点。新的相机节点名字叫做 Cam2。透视图右上角也显示我们当前透过 Cam2 相机在观察场景。这时候如果我们移动视角的话，会发现视图状态离开了相机。想要在视图里直接调整相机属性，需要确保在观察相机视图时，点击右侧的锁定按钮。这时候旋转或者移动视图，相机也会跟着调整到新的参数。调整完毕后记得解锁。如果你的视图转到乱七八糟的视角，可以随时按 G 或者 H 对齐到当前选中的物体或者整个世界的中心。下面的5个按钮控制视图中的光照效果，再下一个按钮控制是否显示物体材质。右上角的方块按钮提供了切换视图的线框等各种渲染模式。更常用的方法是在视图中按下键盘 V 调出快捷轮盘，往下移动即可切换不同的显示模式。右上方可以切换到4视图等多视图模式，切换回去的快捷键是 B， 但是必须要先切换到查看工具才能生效。也许你已经注意到3个面板上方都有一个下拉列表，这里实际上是一个类似资源管理器路径栏的概念，显示了当前的路径位于哪个网络和节点里。点击地址栏后会显示一系列不同的 context， 可以理解为操作环境。Houdini提供了很多不同的操作环境来实现不同的功能。比如我们当前位于的 Object 环境是专门用来管理3维场景、进行建模等操作。Matte 和 Shop Context 用于创建和制作不同的材质。Shop 是旧版本的材质制作环境。现在如果你使用的是 Houdini 自带的 Mantra 和 Karma 或者第三方大部分渲染器都支持在 Matte 里创建材质， Shop 已经基本被抛弃了。Out Context 用于创建 ROP 节点，这个环境专门负责一切输出行为，包括最常用的设置渲染参数、渲染图片、烘焙贴图、缓存解算、将场景物体输出为其他格式等等。总之，凡是需要将 Houdini 类生成的数据导出到软件外部，均由这个环境来负责。这3个 context 是大部分人最常接触到的制作环境，其他环境包括负责解算的 Dynamic DOP 节点，需要手动创建；合成用的 Image COP 节点，用来处理音频等波式数据的 Channel CHOP 节点，以及采用 Houdini 的 USD 来管理场景的 Stage， 也叫 Solaris， 和 Pipeline 处理环境 PDG、Top Network 等等。这些 context 现阶段稍微了解一下就好，无需刻意记住，以后有需要再逐步学习。下一小节我们会专注于在 Object 环境里研究程序化建模的核心概念。成功看到这里而没有跳过任何一部分的你，请在弹幕上给自己比个耶。为了更高效的进行后续的学习，我们先来调整一下界面的布局。这是我自己比较偏好的布局方案，但是我会建议你采用这样的布局。在 Houdini 里工作，大部分时候我们更关心自己做的东西结构，所以具体的相机并不那么重要。同时在程序化建模时，我们创建的节点大多数时候是垂直分布，参数也是垂直排列，这样的布局可以同时获得更多的有效信息。我们首先按住下方的节点面板标签，拖拽到上方参数标签左侧，然后点击下方小箭头，选择 Close Pan， 彻底关闭掉所有的标签页，切换到参数面板，选择 Split Pan Left Right， 然后把中间的参数面板关闭，即可获得垂直3栏的布局。接着我们需要把这个布局保存为新的方案，先起一个新的名字，起完之后在视频开头的设置里改成启动 Houdini 时默认的布局即可。最后留一个小作业，请尝试着创建我所使用的布局方案，将 Spreadsheet 加入到你的界面布局中。知道方法的小朋友，请将正确答案敲在弹幕上，或者回复在视频下方的评论里。如果你已经有了一些自信，建立了对 Houdini 界面的初步直觉，准备好迈入程序化建模的大门后，一键3连点赞支持，我们下一节见。Hello， 大家好，我是慧，欢迎来到 Moment 学习 Houdini 基础入门教程。程序化建模可以说是 Houdini 的基础，也许有的朋友看过大量教学，做了很多练习，却隐隐约总感觉自己好像并没有真正理解 Houdini， 其实就是因为没有理解程序化建模的理念。学习这一节时，请务必打开软件跟着操作。我们接下来会创建几个常用节点，这些节点的参数繁多，第一次接触的你很可能会因为陌生而产生距离感，但是没关系，
只要跟着一起操作调整用到的参数就好，其他的参数留给大家当课后作业自行尝试。胡迪尼的节点数量居多，没有多少人能熟知所有节点的用法，不必苛求自己掌握所有节点每项参数的意义和用途，暂时用不到的跳过就好，有空可以多多尝试。首先按下键盘上的 Tab 键，输入 GL， 回车再回车。现在我们拥有了一个物体节点，但视图里什么都没有，因为这个节点暂时还是空的。双击这个节点，我们就进入到了节点的内部，同时看到上方地址栏的路径也发生了变化，证明我们在 GL1 节点里面。键盘快捷键 U 可以向上一级跳转， I 跳进选中节点的内部。按 Tab 键输入 Box 创建一个方块，然后我们把视图调到线框模式。接着点击一下节点下方的输出端口 Tab 输入 Extrude， 向下移动到 Poly Extrude， 回车创建挤出节点，可以看到Houdini自动连到了新创建节点的输入端口。接着点击节点最右侧部分或者环形菜单的眼睛图标激活该节点。现在什么变化都没有，我们来快速调整一下参数，获得一个基本的造型。我们使用 Ctrl+C 和 V 再来创建一个 Poly Extrude 节点，同样来稍微调整一些参数进行二次挤出。最后创建一个 Bevel 节点，调整一些参数，添加一个圆滑的倒角，得到我们最终的造型。在这个环境下创建的所有节点都叫 SOP Surface Operator。接下来有一个问题至关重要，刚才发生了什么？理解了这个问题，你也就理解了 Houdini 中程序化建模的核心。为了更好的有数据上的认知，我们先来修改一些选项。首先切换回 Box 节点，然后在视图中按下快捷键 D， 打开显示选项对话框，切换到第二个选项卡，把多边形物体信息 Geometry Information 改为总是启用 Always On。这时候视图右下角会多了一些信息。如果你和我一样偏好深色背景，还可以切换到 Background， 把色彩方案切换为 Dark。现在你可以保存为默认值，或者直接关闭对话框。我们先切换到 Box 节点，在下方的 Spreadsheet 里可以直接看到这个方块有8个点。点击这个按钮会直接在每个点上标出点序号。点击这个按钮可以标出面序号。多边形的面在 Houdini 里分类为 Primitive， 缩写为 Prim。右上角显示的这个正方体有6个面和8个点。Spreadsheet 表格展示了多边形物体的定义，每个物体都包含了4个级别的信息，分别是点、顶点、面和整体参数。先不管后面3者，现在你只需要知道点面板里明确列出了每个点和各自的空间坐标数值就好。我们来回顾一下刚才的操作步骤。首先在场景里创建了一个新的空白物体，然后进入到了物体的内部。第一个节点创建了一个方块，这个方块的构成定义可以在 Spreadsheet 里查看。第二个节点对方块进行了挤出操作，产生了一些额外的点和面。第三个节点进行了挤出操作，又产生了一些额外的点和面。第四个节点进行了倒角操作，产生了更多的点和面。假如我们用 C4D 去做的话，会创建一个方块，下面连续3个变形器。那么在 C4D 的这个场景里，最终存在多少个多边形物体？答案是1个。这个物体是由一个方块经过3个变形器的连续挤出和倒角修改获得的最终物体。而在 Houdini 里有几个物体？答案是4个。现在的每个节点实际上都保存了各自修改后的完整物体。好，回到前面的问题，刚才发生了什么？我们连续创建了4个 SOP 节点，第一个节点直接生成了物体，后面每个节点都获得上一个节点的物体做出一些修改，将修改后的物体完整放在节点内部。不管你做出什么修改，节点数量再多也好，每一个节点内部都完整存储着各自修改后的物体的完整信息。所有的修改操作都被节点的参数记录了下来，随时可以调整。比如这时候如果我们调整第一个节点的挤出距离，就会获得一个有趣的立体展开效果。这样的工作流程确保了你在建模过程的任意阶段的中间结果都可以被重新修改和被其他节点引用。比如我们可以在第2个挤出节点后创建一个 Convert Line 节点，转换为线段，然后再创建一个 Poly Wire 节点，将线段转换为低模圆柱体，获得可以渲染的面。将 Convert Line 的输入连接到不同节点上，可以获得不同阶段的效果。用 CC 的朋友经常需要 C 掉物体，或者将物体单独转换为新的独立物体。用 Maya 的朋友需要频繁塌陷修改历史。Blender 用户则几乎全程都在进行破坏式建模。用这些软件进行建模操作，你不对物体进行频繁备份，你就无法恢复到之前的某个阶段。而在 Houdini 里，你所有的操作都是非破坏式的过程。创建的每个 SOP 节点都相当于一个独立完整的物体。
这种优势无与伦比。前面这一段是胡迪尼程序化建模思想的核心，如有不理解的地方，请重复观看，直到彻底理解为止。接下来我们来学习快速整理节点。首先按下键盘 L， 胡迪尼会尝试帮助我们对所有节点进行自动排列，但很多时候排列结果可能不是我们想要的样子。你可以按住 Shift 键框选出一些节点，然后按住键盘上的 A 键的同时，按下鼠标左键往上下左右滑动，选中的节点就会被迅速往指定的方向排列。按住一个节点后，快速甩动鼠标，节点就会脱离出来。按住键盘上的 Y 键，指针会变成一把剪刀。这时候按住鼠标左键划过任意连线，可以迅速切断连接。现在来看一下节点本身的一些通用控制。左侧第一个按钮是跳过功能，对应环形菜单向下的黄色小箭头，可以临时关闭当前节点。这时候前后节点相当于直接连通，绕过了中间的节点。键盘快捷键为 Q。第二个 Lock 区域提示需要按住 Ctrl 键，或者点击冰冻图标。这时候节点会被锁住，意味着当前的修改结果被固定在节点内部。这时候下游的节点只能读取到被锁定的状态，修改这个节点或者上游节点的参数都不会发生影响。通常情况下，胡迪尼的工程文件只保存了节点的参数，所以文件体积特别小。但是如果你冻结节点的话，节点所存储的模型也会被存进你的工程文件，很容易使得工程文件变得很大，除非确实有必要，不建议滥用锁定功能。右侧第二部分被称之为蒙版状态，快捷键为1，激活后会用灰色展示该节点的结果，用于辅助参考。比如我们可以在修改某个节点参数时，将其他节点设置为蒙版状态，对比两者的差异，或者观察上下游节点之间的影响等等。最右则是输出状态，用于将选中的 SOP 节点作为当前物体的最终输出结果，快捷键为 R。请同学们熟记并熟练使用这些状态的快捷键，会让你以后创建和控制节点时更行云流水。其实右侧这两个区域还有一些额外的状态和用途，那么这些额外的设定和用途是什么呢？又该怎么激活呢？这部分作为课后作业，留给同学们课后自学，看看你能不能在帮助里找到答案。知道答案的同学，请在弹幕和评论里分享出来。不懂的小伙伴们可以在评论里互相讨论交流。这一节基础知识点很多，如果你有哪里不熟悉、不清楚，请反复观看，不断练习，直到熟练掌握本节提到的所有内容为止。完全熟练掌握本节内容后，别忘了3连支持。下一节我们来学习一个完整的案例。大家好，我是魂，欢迎来到 Momentor 学习胡迪尼基础入门教程。这一节课我们来看一个完整的程序化建模案例。因为我们的甜甜圈是字母造型，所以我们先需要创建一个字母，作为我们后续的所有步骤的输入来源。使用 font 节点就可以创建我们的输入源字母。那在字体这里，我们需要选择一个比较粗大的字体。我在这里会使用 Segoe UI 字体，它创建出来的造型比较的适合当做甜甜圈。然后我们在这里使用字母 A 作为一个输入来源。当你的鼠标指针移动到任何一个数字参数的时候，按住鼠标中键就会出现一个滚轴栏，我们可以快速左右滑动来修改对应的数值，我们就获得了一个字母 A。接下来挤出这个字母，获得一个立体的造型。我们需要使用一个 extrude 节点，这样就完成了对字母 A 的挤出。可以看到它背部是空的，勾选这里的 output back， 把它给封闭起来。我们现在创建的这个字母，它的长和宽都是1米的大小。创建这么大的甜甜圈，可以方便我们后面在调整一些很小的参数的时候，不需要输入 0.000001 类似的小数点。点击这里的 I 可以查看到当前的挤出节点的信息。我们如何把这个字母修改为甜甜圈呢？通过 VDB 来建模是一种较为容易的方法。我们使用 VDB from polygons 节点。在转换为 VDB 之后，我们的模型就不再由多边形构成，而是变成一个个的体素 voxels。我们需要把这个 voxel size 改为一个比较小的数值。我们这里使用 0.01， 这样它可以比较精确地反映出字母 A 的整体造型。下一步我们会使用 VDB Smooth SDF 节点，这个节点可以平滑我们生成的 VDB 场。voxel 的半径设置为3，迭代次数设置为7次。可以看到已经缩小了一圈，我们再需要把它的造型放大一点。接下来我们会使用到 VDB Reshape SDF 节点，这个节点可以直接调整 VDB 场的数值，它默认的数值刚好就是我们所需要的结果。需要再把它转换为多边形进行后续的处理。在 Convert to 这里选择为 Polygons， 把这个 VDB 转换为了多边形。
在建模过程中会尽可能的希望表面的布线遵循细分法则来布线。有一个节点叫做 Instance Meshes。Labs 套件是 SideFX 的官方团队中的一个小组为胡迪尼研发的一套小巧的节点，里面包含了非常多实用的工具。如果你没有安装 Labs 套件的话，可以在这里点击 Shelves， 找到 SideFX Labs， 点击 Update Toolsets Install 或者 Update。 安装完成之后，你需要重启胡迪尼才能找到。激活该节点，可以发现它会重新把我们模型表面的布线改为尽可能规整的结构。虽然不是特别完美，但对于我们的用途来说已经足够了。默认是1000，我们需要更加多的面数，改为5000。接下来我们要对这个基本造型表面添加上更加多的细节。首先我们需要使用到一个新的节点，叫做 Mask by Feature。这个节点可以基于方向和角度等条件分析物体表面的特征，并将结果存储成 Marks 点属性。获得的属性可以在后续节点中控制各种效果出现在物体表面的角度和范围。按下键盘上的回车键，你就进入到了这个节点自身的视图辅助工具，也叫做 State。 我们可以看到下面是白色的，上面是红色的，这实际上是这个节点帮我们生成了一个新的属性，叫做 Mask， 范围是0到1，也就是说下面白色部分是0，上面红色部分是1。那么我们接下来需要对甜甜圈的中间部分收拢，所以我们会希望这个 Mask 的数值主要的局限在中间的这一部分，这样后续的节点就可以使用 Mask 属性针对性的调整，而不对其他部分造成影响。那它默认最大角度是90，我们需要改为180度，这样可以获得一个更加大的角度范围。其次我们也不需要使用投影。最后我们需要重新的分布一下它的数值范畴，把红色集中在中间这个区域。打开这个 Remap 开关，这里会提供一个新的曲线面板。选择第一个端点之后，把差值算法改为 B-Spline， 这样我们在添加新的调整端点的时候，结果就会比较平滑。在调整的时候，你需要不断的观察你的视图范畴，尽量的只局限在中间的这部分，而不要过多的影响到上下范围。大概像这样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创建一个 Soft Peak 节点。这个节点可以将表面的点往法线的方向向外或者向里进行挤出操作。我们希望往里收拢，所以距离会是一个负值。这里我就直接输入提前找好的数值是 0.02， 然后把这个选项改为 Attribute 属性，在 Distance Attribute 这一栏里面填上我们上一步创建的属性 Mask。 好，我们可以前后对比看一下效果。接着我们再给整体加上一些有机的起伏，创建一个 Mountain 节点。激活节点之后，调整一下它的高度，实际上就是强度。这里使用 0.23， 也是我提前找好的数值，这样就完成了我们底部造型的设计。最后我们把目前获得的所有结果添加到一个新的分组，创建一个 Group 节点，然后把组的名字改为 Base。添加一个新组的目的是为了待会儿在输出的时候，可以在其他的软件，比如 CCD 或者 Maya Blender 里面，能够轻易的把底部和其他的结构给隔离开。可以在 Primitives 这个分类里面看到我们的新的组。到这里为止，我们基础的造型就已经设计完成了。接下来我们需要制作它表面的巧克力层。巧克力层的制作思路主要是找一个模型，把我们上半部分的结构给切出来，分离出上半部分之后进行挤出操作，获得一个壳。首先我们来创建用于对这个底层进行切割的结构，使用一个 Grid 节点，然后把它的大小改为1×1， template 一下原来甜甜圈，方便对比大小。再把它横轴和纵轴的分段数都改为50。接着我们把它的高度调整到这个位置，可以使用 0.15， 获得一个合适的高度之后，再加上一个 Mountain 节点。现在的分型有太多的小细节，我们把这个 Noise Type 类型改为 Polynoise， 关掉分型结构，这样它整体的起伏就会比较的平滑。接下来我们需要使用一个布尔节点，用我们的平面把我们的甜甜圈上半部分给切出来。布尔节点有很多的模式，我们在这里使用的是 Shutter 模式。第一个端口连接到上面的 Group 节点，第二个端口连接到这边的 Mountain 节点。激活布尔之后，两个模型的边缘就被高亮了起来。到这里，我们的模型上下部分已经被切割了。这时候我们需要勾选这个选项框，会创建一个新的分组属性，
这个分组包含了位于波浪面上方的所有多边形，刚好是巧克力的部分。然后使用 BLAST 节点，我们选上一步 Boolean 节点创建的 A outside B 分组。这个节点用于删除指定分组内的元素，非常常用。勾选上这里，这样它就会删除我们没有选中的部分，就获得了上面的巧克力层。但是这个巧克力层存在的一个问题是，边缘因为是2个模型进行切割，如果我们激活点模式的话，可以看到它的点在边缘的分布也是比较的不太干净。我们同样需要使用 Instance Meshes 节点来对我们的巧克力壳进行重新拓扑，接着再添加一个 Extrude 节点，挤出距离设置为 0.005， 同时我们可以 template 一下之前的底部面包结构，需要勾选上 Output Back 来对背面进行封闭操作。接下来我们可以添加一个细分节点 Subdivide， 把细分次数改为2次。巧克力层在细分之后看起来很薄，边缘比较锋利，视觉上并不好看，需要让整体看起来厚度更厚。同时如果内表面能稍微凹陷进去，细分之后在发线边缘会有更紧密的贴合感。我们可以使用 Pick 节点对所有顶点同时往发线方向来移动，来达到加厚的效果。这个节点比 Soft Pick 更简洁，没有其他控制参数。0.005 是我自己之前试验测试出来的数值，现在看起来就舒服了很多。那么到这一步，我们还可以再添加一个 Mountain 节点，对表面的巧克力层也添加更多的变化。再来使用一个 Group 节点，将我们创建好的巧克力层也给一个单独的分组。接着可以使用 Color 节点来上色，当然你其实没有必要在 Houdini 里面进行上色，你也可以在制作材质的时候再修改颜色。添加了 Color 节点之后，我们的点属性就又多了一栏 CD。CD 点属性直接使用 RGB 值来控制每个点的颜色。同样的，我们可以对底部也进行上色操作。在上色完成之后，按住 Shift 键选择2个 Color 节点，点击输出端口，在按住 Alt 键同时点击空白地方，Houdini会创建一个 Merge 节点，把2个部分合二为一，这样我们就获得了最基本的巧克力层和底部的面包层。接着我们需要制作表层的彩色糖蟹，我们会使用巧克力层来进行糖蟹的生成操作。先使用 Mask by Feature 节点来生成一个 Mask 属性，用于控制糖蟹在表面的范围。调整一下参数，主要是控制你希望糖蟹出现的区域。接着创建一个 Scatter 节点，用于在模型表面上撒点。Scatter 节点还自带了一个松弛功能，关闭掉之后可以看到它生成的点的分布非常的随机。打开之后，点和点之间的距离变得较为均匀，这是通过迭代10次互相避让实现的。调整点的缩放半径可以让点保持一定间距，又不会过于刻意均匀分布，看起来会更加自然。接着我们需要使用之前创建的 Mask 属性来影响 Scatter 的分布密度，这样可以让创建的糖蟹尽量分布在表面，减少边缘坡度比较大的地方出现的概率。接着我们来创建糖蟹的模型，最简单的方法是直接使用 Tube 节点，先勾选 End Caps 封闭上2端，把半径改为 0.5， 高度改为2， Primitive 类型需要改为 Polygon， 后续会细分生成的模型，所以边数设置为6，足够保持细分后的结果圆滑。接着创建一个 Copy to Points 节点，2个输入端分别连接到圆柱体和 Scatter 生成的点。这个节点可以看作类似 CSD 里的 Cloner， 会将物体 A 复制到物体 B 的每个点上。复制过去之后，发现每个糖蟹的体积实在是太大了。我们接着创建一个 Attribute Adjust Flow 节点，这个节点默认为我们生成了一个点属性，叫做 P-Scale。P-Scale 在 Houdini 里是一个保留属性，描述了每个点的大小。Copy to Points 会使用点上的 P-Scale 来控制复制过去物体的大小。现在生成的 P-Scale 默认是0，我们通过调整生成的最小和最大值，使得 P-Scale 的大小位于合适的随机范围内，使得糖蟹的大小产生一些随机差异。接着我们给糖蟹添加上随机的颜色，将色彩方式改为随机。下了一个问题是，所有的糖蟹都是垂直向上，我们会希望它的方向尽可能的随机化一点。首先创建一个 Normal 节点，为我们的每个点添加上法线属性。默认情况下 Normal 节点添加的法线会在 Vertex 也就是顶点层级里面，然而法线属性 N 要位于点级别才能被 Copy to Point 节点识别并用于控制方向，所以我们要修改生成的法线位于点级别。修改后可以看到法线 N 已经切换到了点级别上，
点 point 和顶点 vertex 的区别需要更长的篇幅来解释。知道答案的课代表可以在弹幕和评论里告诉大家。现在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来在视图里预览创建的法线的方向，然后我们再查看 copy to points 的结果，每个膛蟹就会贴着表面走。但是现在膛蟹只在 Y 轴上贴合着表面，整体仍然大致指向 Z 轴。我们需要用第二个保留属性向量 up 来控制第二个轴。相信大家在幼儿园小班时就学过，两个非平行三维向量可以在空间中确定一个平面。Copy to points 节点会使用 n 和 up 两个向量来确定完整的空间旋转方向。我们只要将保留属性 up 指定为随机方向，就可以使得膛蟹在 Y 轴上产生随机的旋转。然而现在感觉好像膛蟹仍然大致指向左前方，这是因为默认生成的 up 向量三个元素随机数都是正数。在改为以0为中间值后，三个轴就有正有负 ，up 向量会完全指向随机的方向。完成这一步后，我们终于通过发现 n 和保留向量属性 up， 完成了对撒在表面的膛蟹旋转的控制。但是现在还有一个问题，所有的膛霜都是直的。如果我们能让膛霜之间也有随机的弯曲，看起来效果会更好。我们需要用另一种方法来制作膛霜。首先，我们来创建一个 line 节点。默认情况下，它只会生成2个端点。在这里，我们把点的数量改为3之后，它会在中间添加上第3个端点。复制到模型上之后，我们就获得了一堆线。注意，现在背景的巧克力层实际上是处于 template 模式。接着创建一个 point jitter 节点。这个节点唯一的用途就是使得你的模型每个点产生随机方向上的偏移。我们把强度改为 0.01， 这样表面的膛蟹就会产生了大小不一的扭曲。接着添加一个 resample 节点，用来重新采样曲线。关掉按长度采样，我们直接指定分段数为3段，后续转换为多边形后，细分的效果会更圆滑。最后再添加一个我们上一节课里面也使用到的 polywire 节点。在获得膛蟹结构之后，我们可以添加一个细分节点来检查一下最终的效果。最后再来添加一个新的分组。接着我们可以和前面的结果进行合并。最后我们来制作甜甜圈表面的膛线效果。首先我们在旁边找到一块空白的区域，创建一个新的 line 节点，把它的朝向改为 Z 轴方向。为了获得这样左右来回的结构，我们需要添加更加多的一些点。接着使用 Group by Range 节点，修改一下参数，隔一个点选中另一个点。在 Spreadsheet 里面也可以看到新的分组和每个点在组里面的状态，1和0分别代表一个点是否位于当前组里面。接着创建一个 Transform 节点，这个节点一般用于移动和旋转物体。我们在组这里限定为之前创建的 Group 1，把 Translate 也就是移动参数的 x 轴改为1，这样我们就选中了之前位于这个组的所有点，并把它往 x 轴正轴方向上移动了1个单位的距离。接着来创建 Match Size 节点，这个节点在默认情况下会把模型往世界坐标中心归位。获得基本造型后，再使用 Resample 节点对我们生成的线段进行重新采样。在差值方式这里选择第3项，接着再使用 Noise 节点来添加更多的随机结构。首先把需要添加 Noise 的参数从 CD 改为 P， 也就是我们的位置属性。接着把范围改为以0为中心，然后把强度改小一点，把 Noise 类型改为 Pearly Noise。接着再添加一个 Transform 节点，往上偏移 0.5 个单位。我们下一步的操作就是将生成的这个线段往下投射到巧克力层上。Ray 节点可以完成这个步骤，将第2个端口连接到我们之前的巧克力层。虽然现在刚好获得我们所需要的结果，为了能适应各种情况，最好手动指定投射的方向。右键点击 Ray Directions， 选择 Delete Channels， 删除掉它内置的表达式，然后把 Y 轴改为-1，这样我们的点就会强制性的向下投射，并且贴合到模型上。勾选创建点组开关，我们会获得一个新的组，包含了所有成功碰撞到表面的点。然后添加一个 Blast 节点，组这里就指定为我们上一步创建的 Rayheat Group 组，但是我们实际上希望删掉的是没有被投射上的点。勾选 Delete Non-Selected 进行反向删除。接着再来创建一个 Resample， 采样距离设置为 0.02， 并且把这里的选项改为细分曲线。我们需要把中间的这些镂空的结构也给删除掉。可以复制一下之前创建的 Transform 节点，同时也复制我们之前创建的 Ray 节点，再次投射到巧克力上。
还可以把 leaf 调整到一个极小的负值，这样在贴合到表面上后，会再离开表面一点点距离，我们后续制作的糖线就会微微的浮在巧克力的表面，看起来会更有真实的表面张力感。现在如果我们用 blast 节点来删除掉没有投射成功的点，我们只是把点删掉了，但是线段仍然连接在一起。我们需要用另一种方法来删除镂空部分的线段。首先来创建一个 group promote 节点，这个节点可以把组在不同的级别之间进行互相传输。选择我们刚才创建的组，然后我们需要把这个点组转换为边组，也就是 edge group。edge 是一个很特殊的数据层级，它并不会在 spreadsheet 的4个层级里面列出来，但是你可以在视图里面看到，我们刚才选中的点已经变成为选中的线段。勾选上这个开关，确保我们只选中依附在巧克力表面的边。接着来添加一个 dissolve 节点，然后选中我们上面创建的组，把 operation 改为 delete non-selected， 就把没有投射到巧克力部分的边也给删掉了。然后可以添加 polywire 节点，但是使用 polywire 节点直接创建的结果是每条线的大小都非常的均匀，所以我们前面可以使用一个 attribute noise 节点来控制 p-scale 属性，把属性类型改为 float， 然后属性的名字改为 p-scale， 数值范围这里改为最小最大数值。我在这里就直接使用之前找好的参数。在这里调整 p-scale 的时候使用了 noise， 调整糖霜大小的 p-scale 的时候使用的是 adjust flow 节点。这两个节点都可以用来调整属性的大小，至于使用哪个节点完全取决于你个人的偏好。在完成调整之后，激活 polywire 节点，在 radius 半径这里我们选中数值，输入 at p-scale， 就可以使用 p-scale 属性来控制 polywire 的半径。我们来细分看一下效果。到这里我们就完成了糖线的制作。最后再创建一个 group 节点，给糖线赋予单独的分组。再加一个 color 节点，指定一个更深的巧克力色。同样的，和之前制作好的模型合并在一起。最后连上细分节点来看一下整体细分的效果。那么到这一步，我们就完成了整个甜甜圈的制作。我们可以回到节点上游，来随便的修改一下这里的字母。整个甜甜圈的制作终于完成了。接着我们来学习一下如何导出模型。最简单的办法是直接右键任意一个节点，然后选择 Save Geometry。你可以找到你想保存的目录，输入文件名和任意一种支持的输出格式，比如 OBJ 或者 ABC， 就可以保存成相应格式。这种保存模型的方式其实不是特别规范，一般我们输出为 Alembic 给其他软件的时候，会采用 Rob Alembic 节点来负责输出。点击右侧的按钮会弹出和之前一样的目录选择对话框，也可以直接修改目标路径和文件名。前面的 $hip 是一个环境变量，指向当前工程文件所在目录，这样输出的 Alembic 文件就会默认存在甜甜圈工程的文件夹内。点击 Save to Disk 就会进行模型输出。建议在保存模型的时候输出第一模，一方面可以减小文件的体积，另一方面可以使用渲染器自带的渲染时细分功能来节省内存和显存，并加快渲染速度。这一节的内容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欢迎你在弹幕上告诉我这一节教程的难度是否适中。希望大家能通过这个简单的案例感受到胡迪尼程序化工作流程的魅力。如果你喜欢这个教程，别忘了一键3连转发分享给你的好朋友。在制作过程中遇到困难的小伙伴，欢迎在弹幕和评论区里跟其他同学一起交流。如果你使用本教程的知识做出任何有趣的作品，也欢迎在微博上分享并艾特我，我会给你的作业做出相应的点评。我们下一节见。Hello， 大家好，我是火人，欢迎来到 Moment 学习胡迪尼基础入门教程。这一节来聊聊我当初是怎么学习胡迪尼的，希望能给到你一些启发。和很多从 Maya 或者 3ds Max 转向使用胡迪尼来制作烟火、爆炸、水等等常规特效的影视行业工作者不同，我是动态设计出身的，之前大量使用的主要3维软件是 Cinema 4D。动态设计行业最早有一批非常知名的工作室和设计师，比如 Mama's Machine、iXponsor、Feature Deluxe 等等，他们当时基本上可以说是这个行业的设计风向标，使用的主力软件也同样是 Cinema 4D。然后大概是14和15年左右，他们的很多作品逐渐出现一些当年看起来非常新奇的效果，很难想象是用 C4D 去做的，后来发现还真是用 C4D 去做的。然后我就去学了 Python 啊、Espresso 啊等等乱七八糟的东西，其实也挺自得其乐。尤其是那2年，有个德国设计师组织了一个工作坊，叫做 Advanced Production Techniques， 使用 C4D 的朋友应该多少有听说过。里面出现的演讲者大多都是来自一些一线工作室的顶尖设计师，比如 Simon Homedal、Simon Fiedler、
Manu Casasola-Marco、Silverwing、Nicholas Rosenstein 等等。APT 这批人对我有很深的影响，他们是把 C4D 技术推向当年的极致的一批设计师。我把这个活动里出现的讲师能找到的所有其他线上视频网站主页全部关注，并且持续跟踪。在持续学习 C4D 的时候，我也大概了解到这个软件本身的承载力和限制在哪里。15年的时候，我留意到之前提到的一些工作室的作品，忽然发现了更多技术上的变化。有些东西我直接判断是不太可能用 C4D 做出来的，然后这些设计师似乎像是不约而同的样子，在 Vimeo 等网站和各种业界大会上的分享忽然开始讲胡迪尼了。比如 Simon Homedo 在 Vimeo 上发了一个视频，直接谈 C4D 和胡迪尼之间的差异。Simon Fiedler 开始发他胡迪尼学习过程的视频，然后我逐渐看到 APT 上几乎每一个设计师都大概就在那2年开始转向使用胡迪尼，引发了我很强烈的好奇。我在15年知道 Simon Homedo 要来中国的时候，当时我还在北京一家小公司上班，给他发了消息确认他哪天在中国的时候，快到那个日期就直接辞职，买了张机票飞去深圳找他当面聊天，并且厚着脸皮给他看了我当时那些非常基础的作品，然后聊了很多有关于设计师生涯和为什么会换胡迪尼之类乱七八糟的话题。回家之后我就开始学习胡迪尼，跟着各种视频啃了好几周之后，遇到的问题就是好像看了很多教学，什么都讲了，但是到头来什么都做不出来。第一个让我似乎摸到一些门道的视频是 Simon Fiedler 在 Vimeo 上发的 Volume Trace in Houdini。 后来我意识到市面上大量有关 Houdini 的教学基本上不是在点工具架然后教你改预设，就是不断的创建一系列的节点，告诉你点这个点那个，但是没有告诉你这个过程发生了什么和为什么要去这样做。第二个让我获得较大突破的视频是 SideFX 官方频道发布的一个大师班教学，教你在 Houdini 里徒手搭建一个完整的基础流体计算器。这个教学十分的枯燥乏味，而且大量的流体力学原理。作为一个没有流体力学知识背景的小白，我花了好几天才勉强看完，又花了好几周各种去查资料才基本消化里面的内容。然后恰巧看到欧洲图形学大会上那篇有关 Narrowband Flip 的新论文，觉得挺有意思，于是给自己设立了一个目标，把这篇最新论文里的算法在 Houdini 里实现出来。这些很底层的东西实际上对当年我来说非常困难，憋在房间里抓头皮苦苦挣扎2-3天可能才有一点进度。折腾了大概1个月后，又花了2-3周去 debug， 才好不容易的把整个新算法给做了出来，然后发到了 Vimeo 和 Behance 还有别的一些地方。没想到发出去之后获得了很热烈的回应，很多人都给我留言说希望我能联系 SideFX 团队，让他们把这个算法官方内置进去。在完成了这套算法的实践工作之后，后面再去看任何教学都会觉得很轻松直观，即使那些教学本身讲得很不好。整体来说，胡迪尼社区非常的开放热情，每次我做出来一些东西往外发，都经常会获得热烈的回应。下面来说一下作为动态设计师的一些比较优秀的免费胡迪尼学习资源。iXponsa 工作室的2个主理人 Manuel 和 Moritz 创办了一个教学平台叫做 Antagma， 上面有非常多的胡迪尼免费教学，有的相对容易，有的可能对初学者来说很困难，不过整体质量很高。在制作这套教程的过程中，我偶然发现 Antagma 其实已经录制过使用胡迪尼制作甜甜圈的教学。不过你在我这套课程里学到的方法和 Antagma 的教程截然不同。询问过 Moritz 后，他也表示期待看到我的版本。学有余力的朋友也可以看看 Antagma 版本的甜甜圈制作方法，学习一下其他思路。如果你对软件各个模块的底层工作原理很感兴趣， SideFX 的官方大师班 Masterclass 是很好的学习资源，只是可能难度相对较高，而且比较枯燥乏味。当然之前提到那些设计师，他们都多少在各种平台上分享过自己的教学和讲座，去找来看也很不错。Discord 和 Facebook 上的胡迪尼小组也是很好的讨论社群，当然这个会需要你有基础的英文阅读能力。你经常能看到很多水平非常高的人在上面发很多新鲜有趣的内容，比较基础的实际问题也会获得很多热心网友的解答。我个人的 Vimeo 频道也有一些胡迪尼的教学，我也开发了2个免费的胡迪尼脚本，分别是让胡迪尼支持拖拽式导入文件和快速连接渲染输出节点的功能，下载量也有好几千，欢迎免费使用和关注我的频道。至于中文的类似教学，优质资源非常稀缺或者说为零，不管是免费的还是收费的，现有的一些商业教学基本上都是面向电影方面的内容，教你制作烟火、爆炸、破碎之类的影视常见元素。对我个人来说，这些司空见惯的主题没有太大吸引力。我们 Momentum 明年会推出一系列面向动态设计师的胡迪尼课程，现在正在筹划具体的内容。你可以将你想在课程里看到的内容以及教学的形式和期待等等，在弹幕和评论里告诉我们。这几个视频一直在集中讲胡迪尼的话题，其实我很多时候一些日常工作仍然会选择使用 C4D 来完成。如果你跟着前面几个教学一路做下来，想必你也会体会到一些在胡迪尼里操作比较别扭的地方。胡迪尼一直以来都不太注重视图的操控体验，尤其是早期的版本，3位视图的操作功能更为孱弱。这是因为之前胡迪尼软件的开发思路是，视图只是用于辅助观察计算结果，你的一切操作都应该在节点网络里调整参数。
虽然这2年的更新似乎是有在往解决这个问题的方向上努力，但是一些很基础的操作，比如移动旋转物体等，不管是效率还是体验上都远远没有 C4D 好，更别提稍微复杂的多层级相机绑定和视角控制，或者在视图里快速尝试不同的模型搭配方案，比如组装场景来做概念设定等等，来回在各个以数值为工作核心的面板里跳转，我个人认为是效率很低下的一件事。当然你可以通过去开发自己的辅助组件来完成，但是既然有其他现成的软件在解决这些问题上十分出色，我为什么不用其他软件去做呢？另外，在很多不以可逆性为核心需求的项目里，如果在视图里直接建模或者说破坏式建模效率更高的话，我也会使用 C4D 和 Blender 这些软件完成资产的制作之后，再导入到Houdini里进行后续的加工等等。最后，虽然说技术很重要，但是在设计里技术的优先级并不高，唯技术论并不可取。你的作品好坏永远只是看最终的效果。我认识不少在工作流程中使用Houdini的动态设计师，不会编程也不会复杂操作，只是将很多常规的节点进行创造性的重新组合搭配，就能制造出非常新奇的视觉效果。对于动态设计来说，最终结果所呈现的视觉表现力永远是第一位的。即使掌握了本系列课程全部的内容，除了程序化建模以外的所有模块我们都还没有谈及，可以说也只是半只脚踏入Houdini。但希望这套教学能成为你开启学习道路上一个好的起点。学习过程中有任何问题，欢迎在评论区里提问和其他小伙伴探讨。欢迎继续关注 Moment， 我是火人，我们下次再见，拜拜。Hello， 这里是校定自由。那么接下来呢，由我来讲解一下在 Octane 里实现程序化的甜甜圈材质。好，非常感谢火人刚才完成了一轮非常精彩的胡迪尼的教学，希望大家呢对胡迪尼也有简单的认知。那么接下来呢，火人给我导出来一些它甜甜圈的 ABC 文件。那么我们这里选择文件，然后点 Merge Project， 看到它给了特别多的甜甜圈，我们选择0，导入进去以后，它会让你设置一些帧率什么的。因为我们这个不是动画，所以帧率也无所谓，我们直接点确定。因为火人在导出的时候也保留了它的一些分层信息，所以把 Color Maps 勾打上。你这样的话出现这样子的点，你双击一下，它这些层都有了。当然，它这个层的话，你直接丢到 Octane 这部分无法识别的，所以我们需要把这个甜甜圈整体的给 C 掉，按快捷键 C 把它给 C 掉，那么这个点就能识别了。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做材质。首先呢，它导进来呢是一个文件，但是我们要分别给这里上一些材质，所以它这里有4个选区，每个选区呢代表这个甜甜圈的不同的物品。比如说这个是 base， 那就是下面这个面包，还有呢 lens 上面这些线是吧？我们分别先用 Octane 的材质球把它们上好。首先我们新建一个 Octane 的 diffuse 材质，把这个材质呢叫做 base， 我们把它上在上面。然后呢，我们找到这个选区 base 选区，选到上面来。好，首先把这个颜色改一下，我们按住 Ctrl 拖出来一份，我们这个呢叫做 lens。好，把这个 line 的颜色呢改成蓝色，把它拖进来选区。然后我们再找第三个叫 sprinkles， 我们按住 Ctrl 拖出来一份，颜色再改一下，绿色，把这改成，把它附到这里来，替换一下。好，最后还剩上面这个巧克力层，我们一样的按住 Ctrl 拖出来，把这个叫 top， 然后呢颜色改一下。好，那这样的话，我们先用颜色把这些全部都区分出来了。接下来我们呢一个一个完成我们的材质。首先呢，我们先做这个 base， 就下面的这个面包底。我们点击一下 base 这一个，然后找到 Octane 的节点编辑器。我们这里呢将会使用 Octane的 Universal 材质。点击 Basic， 我们把它的材质类型呢从 Diffuse 改成 Universal。我们首先这个东西变得特别像金属了。我们找到 Universal 材质的 Metallic， 因为 Universal 材质它包含了 Octane 的以上这些所有的材质层，它既包含了 Specular 的流程，也包含了 Metallic 流程，所以你加在 Universal 的时候，它瞬间又变成金属，所以你需要找到它的 Metallic 的通道，把这个 Float 节点改为0。接下来我们就开始第一步上颜色。那么通过刚才参考呢，我们知道甜甜圈它是中间有一个没有烤焦的那个面包，上下是被烤焦的，所以我们需要用一个黑白信息把哪里烤焦哪里不烤焦给区分一下。这里呢我们就可以用渐变来区分，右击新建一个 C4D 的渐变，记住要新建 C4D 的渐变。我们把这个渐变先连到它的颜色上，然后呢我们把渐变把它改成 V 的模式，那就是上下分布。
改了以后发现，哎，怎么全是黑的？这是因为它本身没有 UV。我们找到这个 base 的这个材质球，我们把材质球的投射模式把它改成圆锥的方式。改成圆锥的方式以后，把摄像机解锁，然后我们点击材质的修改模式，点击一下。那么这样的话，我们可以看到这里出现了一个圆锥，说明材质呢就是围着这个圆锥来进行投射的，沿着一圈投射，上和下再投射一次。所以我们把这个圆锥缩放的和我们的这个甜甜圈一样大，那我们把它缩小，可以按住中键来这样子缩，然后把它对位，再按中键，找到这边，差不多这样子对位一下，可以看到，当我们这样调好以后，咱们这个渐变效果就有了，下面是黑的，上面是白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完成的就是把我们的渐变做的是中间有条缝，上下是白的。那么我们把这个渐变的黑色推到中间来，然后这里再点一下，再新建一个白色。这样的话，把它区分好了。当然现在有点粗糙，我们把这个区分的位置再调整一下，说把这挪过来一点，把两个再挪过来一点。然后呢，我们还可以加一点 turbulence， 把它变得接缝没这么完美啊。turbulence 可以改成5。然后呢，这个 octaves 把它改成10 ，scale 我们改成500啊，稍微有点这种坑洼的感觉，可以稍微再移动一下，把它移到中间来。那么我们这里呢，就用黑白来区分它烤焦了的和没有烤焦了的地方。接下来呢，我们就用一个 mix 材质，右击找到 mappings 里面的 mix， 我们把它作为这个数量，然后呢，分别贴一个烤焦的材质和不烤焦的材质。那么我们这里右击新建 Octane 的飞行噪波 noise， 我们把这个呢先连到第一个，按住 Ctrl 再拖出一份，连到第二个，然后我们再把这一个 mix 放到颜色上。也就是说，我用2个飞行噪波来操控一下这些颜色的变化。那么飞行噪波该如何加颜色呢？在 CD 里面你可以直接加颜色，对吧？但是在 Octane 里面，你需要用一个渐变节点来映射颜色到上面。我们找到渐变节点，叫 Octane Gradient， 加到中间，这里加到中间。那么现在有2个 Gradient， 我们首先这一个呢，它是做的是没有烤焦的部分，那么这个呢，做的就是它烤焦的部分。我们首先做一下烤焦的部分，因为烤焦部分的面积比较大，我们先把面积大的颜色给确定。那点击它，烤焦的颜色呢就比较深一点。这里稍微来一个暗一点的这个红色。中间呢，我们来一个稍微亮一点的，这个稍微再淡一点点。颜色我是测试了很多遍。好，然后呢，中间这一个我们就是没烤焦部分，我们再把颜色再调整一下。首先这个颜色要比较淡一点，再偏黄一点点。这个颜色就是偏深一点。好，中间呢可以再塞几个这样子颜色。差不太多。然后呢，接下来我们就设置2个飞行噪波。为什么用飞行噪波来加这个颜色呢？因为飞行噪波有黑白信息，黑白信息用这部的颜色映射到你上面去的时候，你这一个材质就会有很多颜色信息，所以你的表面就很丰富。我们看到参考也是这样子的。接下来我们就修改一下飞行噪波的这一个排布。我们看到它都拉伸特别严重啊，所以我们首先把它的拉伸给解决掉，展开这个 UV transform， 我们可以把这个拉伸改一下，把这勾去掉。改成1.5这样子，可以看到这个就没拉伸了。然后这一个我们也改一下它的拉伸问题 ，UV transform 数值大概是0.6744。接着我们再调一下飞行噪波的这个数值。那么这个数值呢，经过测试大概是10的样子，把它表面变得更细密一点，伽马0.9，对比度5，看到就会有这种感觉了。那么它也是这么设置一下，大概8的样子，然后这里，这里也是5。看到我们的表面呢，就会有这种
像那个面包的感觉，被烧的感觉其实都是用负音噪波来形成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要做一个凹凸，是表面比较凹凸，现在还比较光滑，所以比较假。我们凹凸呢也是用负音噪波来控制。那我们把这个稍微拉开一点，把它拉过来。这里右击新建一个 Octane Noise， 那把这个 Noise 呢赋予到它的 Bump 上面。好，再操控一下这个 Noise。首先呢，我还是一样的，要把它的 UV Transform 调整一下，去掉，也是一样的，因为它拉伸很严重，所以这个 X 方向要缩小一点，大概 0.6 的样子。然后下面大概是3和3的样子。然后我们再试一下 Noise 的数值。那 Noise 呢，把这个 Octaves 调高一点，这样的话 Noise 会很密。然后这里再调整 0.7 的样子。下面的 Gamma 是 0.46。好，看到表面呢就会有这种坑洼的感觉，有点像面包了。当然，如果你想做近距离特写的话，你可能在置换这里还要加一个置换的感觉。我们这里先不加，等会我们再慢慢的添加细节。好，那么一个简单的面包基底的这样就完成了。那接下来我们再慢慢增加细节，让它变得更加真实。现在我们缩小看还是就已经可以了，你就可以继续做后面的了。如果你还有感兴趣把它变得更加真实的话，可以接下来跟着我一起来操作。我们首先呢要把这个负音噪波再叠加一个负音噪波，使它表面呢凹凸的细节会有点改变。我们这里呢右击找到 Mix 的节点，我们首先把这一个 Mix 到第一个，那我们再新建一个负音噪波，你可以按住 Ctrl 把这个拖出来一份新的，连到第二个。那么呢，这个第二个呢，我们把这个模式改成 Chips 其实就是另外一种负音噪波的模式，可以看到这里有效果。然后这个数值呢，可以改成稍微多一点，10，这个大概也是0.77的样子。Gamma 也差不太多，对比度是可以稍微拉高一点，比如说拉成3.7的样子。然后它的 UV Transform 呢，我们也可以改，比如说改成1.4。这数值呢是我自己调整了很久才找到这个数值，你可以直接输入就好了。然后呢，再把这个新的连接到 Bump 上，这样你的 Bump 信息呢就不会是刚才单纯的那一个 Noise， 它会有其他的 Noise 的形式，所以会变得更加的复杂。那么凹凸添加完细节以后，接下来我们还在颜色上添加一些细节。我们这里是没有烤焦的部分，这里是烤焦的部分。那么在烤焦的部分呢，我们还可以再 mix 一层，使它的烤焦的这些颜色更加的丰富，把它拉开一点。那么我们在这里又新建一个 mix 材质，我们把这一个烤焦的这一个先连到这里来。那么这里呢，我们可以按住 Ctrl 复出一份新的，把这个连到这里。接下来我们就在新的这个 Noise 上进行操作。我们找到它的 Noise， 把这个稍微减少一点，比如说改成5，然后这里改成 0.56 的样子。那么 UV Transform 呢，可以改 1.58 8，然后呢，因为这两个 Noise 现在只是放大缩小的关系，我们还可以移动一下这个 Noise， 使它的两个 Noise 形式完全不一样。我们在这里移动它，那么这里改成 0.57 的样子，然后这里改成 0.35 的样子那么最重要的一步呢，就是改这个颜色。我想让它这个烤焦的地方颜色，有些地方颜色再深一点。那么我们把这个地方这个颜色可以稍微再改深一点，这个颜色可以稍微再改淡一点，然后再把这个混合的连接回去。看到颜色层次就变多了，可以稍微再改深一点，显得会更加真实。看到这一块是有一块这种深颜色的，就像这一块被烤焦的感觉一样。那么呢，再进一步增加细节，就是我们这个面包其实有时候它是比较通透的，现在是完全不通透，所以这里我们就要做 3S 效果。这也是为什么我用 Universal 材质的原因。如果你不做 3S 效果，你也不需要用这个 Universal 材质，你直接用个 Glossy 材质就可以了，连的东西都是一样的。那么我们这里做 3S 材质的话，我们这里直接点击它，找到 Medium， 把 Medium 我们点击 Scattering。那么 3S 材质我们该怎么连呢？其实 3S 材质是比较简单的，对于这种情况，我们直接首先把主色，这我们的主色 Albedo 连接到 Scattering 上面。好，然后呢，我们再右击新建一个颜色，那么这个颜色就是我们这个面包的一个平均色，或者叫一个标准色。那么这个标准色呢，其实是一个 0.9、0.28，然后还有一个 0.02。其实就是这样子的面包的颜色，
你也可以自己调，连到它的 absorption 上面。最后呢，我们把这个密度改成185的样子。你改了以后发现，哎，没有任何变化。没有任何变化的原因是它的颜色层 albedo 它的亮度是非常高的。因为你的亮度太高的话，你的光是透不进去的，所以你需要把你的颜色层的亮度减弱，这样的话你才能光才能透进去，才会显示出你的 3S 效果。所以我们需要在它的颜色层这里加一个颜色矫正 color correction， 直接连到中间，把这个亮度改成 0.5， 这样的话光就有点透的感觉。但是可以看到现在还是很黑，没关系，我们找到这个 universal 材质球，找到 transmission， 那么呢 transmission 的种类设成 specular， 把种类改成 diffuse， 因为它不是那么通透的面包，只是一点通透，所以需要改成 diffuse。 具体为什么改 diffuse 呢？这就不解释了。然后呢，我们把这个颜色改成白色，这样的话就好了，看到有点的通透的感觉了。那么最后呢，我们添加一个置换，让它显得更加真实。我们这里找到置换 displacement， 点击添加置换，把置换连下来。接下来我们还是用分音噪波来控制它的置换，我们右击新建一个 Octane 的分音噪波。如果你直接连的话，发现什么屁效果都没有，这是因为 Octane 的置换贴图前面一定要连一个纹理，所以你需要把任何不是纹理的东西，比如这种程序化生成的东西，都要烘焙成一个纹理才能贴过来。那么这里我们先不管，我们先把 noise 给设置好。noise 呢，你可以把这个设置成7，这里大概是 0.59 的样子，然后呢对比度大概是5。那么它的 UV transform 展开，那么它 UV transform 呢，把这勾去掉，大概是 0.29， 下面是55。好，那么如果我们直连，刚才说了没有效果，所以中间要连一个节点叫 baking texture。好，连这个节点，这个节点就是说把这个节点连过来的东西全部烘焙成纹理图片，所以把它连到这里 texture， 然后它的分辨率你可以修改成2048，对吧？然后呢，我们再连到这个 displacement， 小心你这连的话可能会死机，可能会很卡，所以你电脑不好或者你不想做近距离的特写，就不需要连置换。哇，变成个蓝瓜了，可以，做甜甜圈突然变蓝瓜。然后呢，我们再设置一下这个置换的这个数值就好了。首先把它的分辨率改成一样的，然后它的高度呢只有 0.7 一点点，那么中间调呢改成大概 0.5 的样子，也是一点点啊。本质上说就是增加一点点微妙的这个置换的感觉哦，这种置换。好的，那么这个面包的基底材质自然完成了。看到突然连了这么多，本质上还是用分音噪波增加了很多细节。当然，如果你不想用程序化的方式做，直接往上下一个面包贴图一贴就完事儿了。程序化有程序化的魅力，就如同刚才胡迪尼的教学一样，你是可以在任何一个节点修改里面的内容的，可以把它改变成其他的不同的材质。那接下来我们来做上面这层巧克力脆皮，那就是 top 这一个。我展开节点编辑器，那么这个脆皮呢就简单了，你可以直接把这个模式先改成glossy 模式。然后呢，我们在颜色上可能有朋友就觉得，哎，我直接上一个巧克力颜色，这不就完事儿了吗？哎，这样就做好了巧克力脆皮了，对吧？但这里呢，我们要把它做得更加细致细腻，所以不用这个简单办法来做。这怎么做呢？我们这还是一样的，右击新建一个 Octane 的分音噪波。我们想把这个颜色变得稍微的有层次一点，先把它连过来，然后中间还是加一个渐变节点。然后呢，我们首先把分音噪波设置一下，设置成8 0.725。可以看到设置以后发现没有任何变化，还是同样的问题，这个 UV 的问题。我们找到 top， 把它 UV 呢改成圆柱体。好，接着我们就映射颜色就好了，点击 gradient， 我们把颜色呢这里改成一个比较深一点的巧克力色，然后这里稍微淡一点的巧克力色。这稍微再淡一点点，这样的话颜色上面会有少许一点点层次非常的微妙，可以再深一点点。然后呢，我们想在粗糙度这里 roughness 也给点细节，那 roughness 呢其实也是分音噪波，我们右击新建一个 Octane 分音噪波，连过来连到速度上，中间还是一样的给一个 Octane 的渐变。我们把 noise 先设置一下，比如设成0.9，就让这个分音噪波非常的细密。现在我们的这个粗糙度有点太高了，所以我们加了这个
渐变节点啊，可以把这个白色稍微压暗一点，哎，其实就给了它一点点这个粗糙度，稍微再压暗一点点，就非常微妙。好，然后呢，还是要给一个凹凸的，那么我们还是可以右击新建一个 Octane 飞行噪波，连到凹凸上 bump， 还是设置一下这个 bump 值，比如说6，这个对比度稍微高一点，比如10。然后呢，现在有点太密集了哦，把这个 UV transform 打开，把这个缩放多一点，比如说4.2，就给了一点点这个 bump 的感觉。那么这个巧克力脆皮呢，就这样子设置好了。那接下来呢，我们来做一下巧克力酱，就上面的这一个扭曲八弯的这个东西。在做这个巧克力酱之前呢，我们首先把整体模型进行细分。我们可以直接使用它 CD 的 Subdivision Surface， 我们也可以直接使用 Octane 的细分。我们右击找到 Octane 的 Text， 然后点击 Octane Object Tag， 然后呢，我们把它的细分 Subdivision Group 打开，它细分是0，我们把细分改成2，那么它就会在渲染窗口进行细分，但是这个是预览窗口它不会进行改变，这个速度会是很快的。所以我建议大家如果想细分东西，然后又不想影响你的预览速度的话，可以直接在 Octane 这里加一个它的标签，然后在标签里面进行细分。好，我们找到上面这一个，那是 Lines 这个，同样的，打开这个渐变器。我们首先呢，把这个材质球改成 Universal 啊，凡是改成 Universal 的时候，大家就知道了我要做3S 材质了，把它改成 Universal。然后呢，我们首先创建一个上面这个巧克力酱的颜色，右击新建一个颜色。那么这个巧克力颜色呢，你可以直接输入我的数值 0.046、0.014、0.014， 然后把它连到 Albedo 上。然后呢，还一点，因为你改了 Universal 以后，一定要把它的 Metallic 这个数值改为0。好，这样看好像就做完了啊。其实我们还是想给它增加一点 size 效果的啊，感觉会它有一点点透光透进去。我们这里呢，首先给点粗糙度吧。我们这里找到 roughness， 然后右击新建一个 float 节点，连到 roughness 上面。那么这个 float 给的很低，大概 0.05， 一点点。因为世界上没有完全光滑的东西，什么东西都是有一点的粗糙度的，这样看上去才会真。然后呢，我们打开这个 Universal 的材质，找到它的 transmission 种类呢还是改成diffuse， 因为它不是那种很透光的玻璃，是一种有点点透光，所以我们用 diffuse 模式。颜色呢，传输颜色改成白色。那接下来呢，我们直接打开它的 medium， 我们这里使用它的2020的新模式 random walk， 你用 scattering 也是一样的。那么 random walk 它有2个主要连的东西，一个是 albedo， 一个是 radiance。那么 albedo 你可以认为它是内部的主色 ，radiance 呢是边缘的颜色。我们这个内部的边缘其实都是一个颜色，我们直接把这个连过来就完事儿。然后呢，我们再调整一下它的这个 bias。那 bias 是数值越低呢，那么它边缘的颜色就显示越明显啊。我们可以稍微再调低一点。好，那么它的这个 density 密度呢，可以改成150。然后我们还是发现这个问题，哎，它不是那么通透，怎么回事？那也是albedo要把 albedo 亮度减弱。我们找到颜色调整节点，把这个亮度呢可以改成0.5。好的，那这个巧克力酱的部分呢，也就这样完成了。如果你电脑没有 random walk 呢，你用这个 scattering 也是一样的。但是连 scattering 的时候，它不是有个 scattering 和 absorption 吗？这2个数值其实分别对应它相反的数值。scattering 对应其实是 albedo，absorption 呢对应的其实就是 radiance， 你把它连着反过来连就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再连最后一部分，就是咱们的这个小糖果。我们找到这个 Sprink， 其实呢这个小糖果的质感呢跟这个巧克力酱是一样的。有个最快的办法就是说，你把这巧克力酱这个 lens control 拖出来一份新的，然后把这个名字命一下啊，然后按住 Alt 键替换原来的 Sprinkle 啊，那么你就变成巧克力的这一个甜甜圈了啊，这看上去也蛮好吃的。我现在好饿啊，因为火人他给我们留了一个 Vertex 的分层的信息，我们就可以利用这个信息把上面颜色变得五颜六色起来。我们这里呢，在 Octane 里输入 Vertex 顶点贴图的这个节点，我们把火人留的这个顶点贴图应用到这个里面来。然后呢，我们用这个顶点贴图作为颜色，替换掉其他的颜色，连这儿，再连这儿，哎，就完事儿了啊。其实就把巧克力的颜色换成了它顶点贴图赋予的颜色，这样的话你的甜甜圈就完成喽。那接下来呢，你就可以克隆这个甜甜圈，是吧？克隆到周围，把克隆模式改成 Multi Instance， 然后选一个好的摄像机角度，
这里就因人而异了啊，你自己选你自己喜欢的角度就行。哎，躲过来，感觉在卖甜甜圈我。然后摄像机对个焦，哎，对焦对你喜欢的地方。右击新建一个 Octane 的 Camera Tag， 打开景深，勾去掉，调整 Aperture， 比如说5，开景深，那就像摄影的了，对吧？最后呢，你还可以调整一下它的一些颜色，曝光拉一拉，伽马降一降，啊，这个因人而异啊。当然，你可以直接渲染放到你手机里面，手机不是有很多滤镜吗？直接扫一扫，然后发个朋友圈说：“嘿，老妈，我今天烤了一个甜甜圈。”啊，我估计他也会信的。而且它这里面有很多滤镜，你可以选一个你喜欢的。因为我们是用程序化做的材质，所以程序化的魅力就在于我可以修改上面的材质。比如说，我现在有一个这样的甜甜圈，对吧？那么我按住 Ctrl 拖出一份新甜甜圈，那么我可以把上面的这个甜甜圈的这个东西改成奶油的。那么把 Top 呢复制出来一份新的，我们把 Top 2，把 Top 2呢贴回去，然后我们打开渐变变器。现在 Top 2呢也是巧克力的，我把巧克力改成偏白的颜色。奶油的话，草莓奶油吧，好吧，那就偏草莓色一点，稍微再淡一点。我可以解锁摄像机看一下，刷新一下。哎，我们这里上面就有这种奶油的甜甜圈。当然，这个奶油甜甜圈的颜色呢，我们可以稍微再偏红色一点。然后上面这个奶油的酱呢，我们可以改，找到这个甜甜圈上面的这个酱的颜色 ，Lens 啊，拖出来一份新的。那我直接把这个颜色改奶油就完了，奶油就是白色的喽。当这蓝色白色偏一点这个粉色。那我们现在就2种甜甜圈喽。然后呢，我还试着克隆一大堆甜甜圈，然后加点动力学要玩一玩。哇！给个摄像机特写看一看。哇，这么多，好真啊！因为我们有 3S， 所以渲染的慢一点。你还可以给一个滤镜。其实玩法会很多，比如说你做好这个甜甜圈，你可以把它切开，是吧？或者像我这动力学要玩一下，哎，像做成一个烘焙的宣传广告啊。那么这个案例就是到这里，这里呢主要给大家演示一下程序化的材质的魅力。然后呢，如果大家对程序化材质感兴趣的话，欢迎去研究 Substance Designer， 这款是专门做程序化材质的，材质都是通过刚才类似的办法一步步构建出来。好，那么这里肖恩 Zio， 我们下次课再见喽，拜拜。